大姐，我求求你救救希隐，刘礼寿不能没有父亲。大姐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希隐。燕燕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竟然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希隐去陷害你的妹妹和她的家人，你还去给她当帮凶。你的心里面除了希隐之外，还有其他人吗？你扪心自问，有人害你的家人，还说你和其他男人有私情，你会把他怎么样啊？你自己做不到，凭什么要别人这样做？大姐，我求求你，这一次我真的求求你，你就救救希隐吧，我不能没有他呀！皇太妃，如果你不救父王，也别侮辱我母亲。就算我们求错人了，母亲，我们走。混账东西！你怎么能对你大姨母这样无礼？跪下！我不，他根本就不会帮我们，他只会帮皇后。母亲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们是英里安保机的子孙，就算死，我也要站着死。那就让我先死吧，大姐。我本来要去求情，但看你们这个样子，我要犹豫3分了。大姐，为什么？因为到现在这一刻，你都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不是燕燕，是希隐。希隐是不是可以保证，永远不会再犯这样的死罪了？大姐，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，我保证。那是不是只求他活着就好？是。母亲，母亲，活着就好。能活着就还有机会，就有机会。参见皇后。二姐去找你了。她不找我，我也会来。燕燕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和我替你去找兰哥查明真相的原因一样。你是我妹妹，她也是我妹妹。难道大姐你忘了，你为了她嫁给演撒葛吗？你的婚姻，你的一生，都因为他而毁，而我也为他一次次留着希隐这个祸患，让希隐肆无忌惮的谋算。大姐，我不是不爱二姐，而是她不能永远只活在她的爱情当中，来践踏我们对她的包容和牺牲。燕燕，大姐你不用再说了，如果这一次你要以你的功来换取希隐她的命，我可以答应你这个交易，但绝没有下一次。可以。那你会怎么处置希隐？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皇后有旨，赵王意图谋杀朝廷重臣，污蔑皇嗣，罪无可恕，着永囚祖州，终身不得势，钦此。不是说饶了他吗？燕燕，我要找他问个清楚。皇后已经饶了赵王的性命了，你就接旨出宫吧。走。
送得再远，也终须离别。乌古里，你带着琉璃兽先回去吧，外面风大，万一给你吹病了可不好。祖州那么远，又是贫寒之地，你好歹也是个大王，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？放心吧，我身子壮着呢，总能熬得过那明雨吧。你怎么还是这副死样子？你要是真的想着我，就别跟皇后使性子，没事的时候多去太妃跟皇后那儿走动走动，等她气儿消了，自然就会放我出来。好，我去求她。那我等你好消息。父王，干嘛还要求他？你不知道他是怎么羞辱母亲的。母亲就那样，顶着烈日求他，他都没出来看一眼。刘律生，别说了，他根本就没把你当成什么亲姐妹，他不配做我姨母。父王，你放心，我迟早有一天会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他，把你赢回来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喜隐，刘律生是孩子脾气，你怎么还叫好呢？你们父子俩真是要气死我呀！刘立社，过来。你为父王抱不平，父王知道，但你要想真的让父王自由，就不能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流于表面，你要学会隐忍，获得他们的信任，你才有机会抓住他们的弱点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萨兰忠心耿耿，他会帮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能犯下父王犯下的错误，要抓住时机，就像当年主上抓住黑山之变的机会，一击绝杀，知道吗？父王，孩儿懂了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这段日子你要保护好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毕竟是一个妇人，有些事情不必让她知道。我们一家人如果想再团聚，唯有夺回皇位。这一切就全靠你了。父王，你放心吧。你以为他这是好心想捎上我吗？他是怕他前脚走，我后脚就惦记他们家的东西。乌古里，都是自家姐妹，说什么赌气的话？照我看呢，一起去也挺好。起码路上多走动走动，姐妹之间感情好了，说什么话也容易，对不对？大姐，你是说我去同燕燕处好关系，她就能将喜隐还给我？我又何曾愿意看到你们夫妻分开呢？我们姐妹的婚姻都不遂，我这样，燕燕她也这样。喜隐虽有千万般不应该，到底你们夫妻总是和睦的。大姐，我就知道你总是会帮我的。你也别和燕燕斗气了，到底都是你们家喜隐对不住他们夫妻，而且这件事所有宗室群臣都看着呢，慢慢来，不能着急的。我都听你的，大姐。至少我也有个盼头。我先走了。
还是随我去焦山吧。你长这么大，咱们母子俩可是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呀。母妃，我都不是小孩了，早就不应该日日跟你黏在一起了。那你一个人留在上京，可不许闯祸，也不许跟人打架。每天要好好吃饭，按时睡觉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母妃，你放心，你儿子马上就要成为令父母骄傲的人了。好，母妃放心。刘礼寿，快走！快，父王！快走！刘礼寿，你们父子的这些伎俩，早就被主上看穿了。你父王已经被我从祖州带回来了，你还不下马投降？你个奴才，放了我父王！主上不想徒增杀戮，速速投降，留你父子一命。谋反一事是我一人所为，跟刘礼寿没有关系。你们都冲我来，快放了他！父王，刘礼寿，若不立刻服罪，你们李胡一支的血脉，今日必定要葬送在此地。小郎君，咱们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杀！放箭，逼他下马，不要杀他。皇后有旨，留他性命。
廖立生。你跳舞的样子有多美。
当力天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你啊！我来给西隐和琉璃兽上香。如今整个大辽都在为明乙的葬礼忙碌，也就只有你还记得来给他们俩上香。乌古里，其实燕燕也牵挂着你，只是龙绪年幼，朝中大小事务都离不开她这个太后。她忙完这段时间会来看你的。琉璃兽的事，她也没想到，劝你节哀。他没想到，她是摄政皇后。不是他的默许，谁敢伤西隐和琉璃兽？你误会了，是燕燕让我带你去劝降琉璃兽，她也叮嘱了，要留他们父子性命。这是他告诉你的？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他这个太后了。乌古里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都是亲姐妹。他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他为什么会伤害你的孩子呢？是啊，他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他有那么多孩子，每一个都安然无恙，还能继承大统。可我呢，我就只有一个琉璃兽。只有一个。这世上只有我们三姐妹相依为命了，你不要恨她，不要恨她。我和萧燕燕姐妹情断。看来大王这段日子过得颇为不顺呢，竟需要借酒消愁。哼，本王在自己家里喝酒，太后也要管吗？我是李胡皇太叔的儿媳，是赵王的王妃，
与太后何干呢？那么，王妃今晚找我，有何指教啊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听说，大王在焦山上曾经说过几句公道话，如今却被挤兑得全无立足之地。想起先夫在世时，也曾是一样的郁郁不得志，所以我这魏王人便过来看看。那日本王在焦山上只是一时不慎，失言了。王妃若是替太后来问罪，那明日本王就上一道请罪的折子。我诚心诚意的来，大王却言辞躲闪。哼，既然大王已经服软，那乌谷里这趟就当是白来了。告辞。王妃，你真的以为我在焦山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些道理？皇位上坐的可是你的亲外甥。亲外甥，他可未必把我当作是亲姨母。大王觉得我为何不支持你呢？赵王若是活着，必是宗室主王之首，众人公推的新君人选呐。所以有些人便容不得他活到那时。咱们又不是男人，非得父死子继的。太祖太宗留下的规矩，太祖系三支，可是都有资格继承大统的。如今皇太叔这一脉和太宗皇帝那一脉都绝嗣了，可你们几位皇叔都在，皇叔们的子孙也在，哪里轮得到一个懵懂幼童为帝呢？在焦山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奈何龙须有皮氏君精锐拥戴，我等比不过他呀。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！焦山上他们突然发难，大王自然措手不及。如今回了上京，我王府的精兵是很支持大王的。本王原以为自己孤立无援，看来这公道始终在人心呐。王妃说的对，我耶律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一个孩子来做主。既然太后那边好好的劝诫不听，那只能兵谏。5院部、6院部的兵马都在各部族手中，有你们几位年长的亲王出面，难道还奈何不得一个小孩子？话虽如此，但太后始终掌握着皮氏君的精锐，我等也是无可奈何呀。我们王府已经没有了血脉传承，如今我能有什么作为？只要你肯许给我一个承诺，我便将李胡一系的宫位拱手送上。王妃此话当真？我又不想做大王，要这宫位有何用啊？容本王再考虑考虑。去。耶律斜轸，耶律斜轸，耶律斜轸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看，你就是想带着我逛大街，还拿我姑母来当借口。你看。王妃，慢走。
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那可是李胡留下来的宫位啊，太祖皇帝的3个儿子当中唯一没有被分拆削弱过的宫位。现在是他来求我早日兵谏，我自然不能轻易答应。当务之急，把李胡的宫位瓜分了，再论其他。他们刚刚在说什么？太远了没听清，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怎么会呢？乌古里姑母平时都待在家里，也很少涉及朝政，与蜀王更是毫无交情。事情紧急，寒兰姑娘，你回宫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太后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脸怎么了？你老看着我脸干嘛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认真起来，还挺像个南院大王的。我本来就是南院大王，好不好？那用得着像吗？照顾家人就得给他们最好的。天凉了，给爸爸买件羊绒衫，料子超软；再给姐妹们挑件羽绒服，牌子好的才够暖。给家人的、自己穿的，我都在唯品会买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上唯品会搜燕云台，100元也能买大牌。夫人，姬王妃来访，正在大厅等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这王妃回来了。季王妃，我知道你为何而来。赵王妃，我也知道你为何此时出去。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们本来都是相夫教子，一心求个清静，想要过好自己日子的小女人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藤里天神却让我们承受这样的丧夫丧子之痛。有人毁了我们的家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这世道太过不公。说得好。我要是有你那样的出身，像你一样受我太祖系1/3的宫位，我可不会安分。乌古里，你们姐妹从小到大都是旁人羡慕的对象，哪怕到了如今这个境地，我都还是羡慕你。你手中所掌的兵权，足够说服诸王为你所用，把这个上京城掀个底朝天。你监视我，我何必监视你？只是事情从上京传到幽州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做。乌古里，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，以父为天，夫死从子。只是如今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值得我们牵挂的了。即便如此，你又有什么资格与我谈合作呀？你今晚跟蜀王谈得不顺利吧？与你何干？别这么急躁，这样是很难成事的。蜀王此人见利忘义，吴王呢贪财好色，平王偏听小妾之言。你要想说服这些人为你所用，就
就得对症下药。乌古里，我可以帮你说服他们。如果我们两个结盟，那就多一份胜算，不是吗？好。这三王都是些缩头乌龟，被人这么一吓唬，就全都放弃了。蜀王他们年纪都大了，又有些功名富贵在身，再加上太后恩威并施，自然不愿意冒险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后如今让主上称韩德让为相父，又对韩德让言听计从的，已经激怒了宗室重臣。咱们可以请这位出马了。你是指耶律虎骨？他本来就是先帝的死忠，怎么会看着韩德让独揽大权呢？只要我再去劝说一番，定能让他们结怨更深。什么事？王妃，皇太妃来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依兰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她和我一样，丧夫丧子。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说说话，大姐也要管吗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怨气难消吗？大姐，你来了这么多次，每次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你没说腻，我都听腻了。你就这么向着燕燕吗？燕燕如今是皇太后，儿女成群，我还帮她说什么话？我只是担心你而已。你若是一直这样放不下，难挨的还不是你自己。大姐，回你的可敦城去吧。上京的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乌古里，你走吧。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燕燕更不是那个需要你照拂的小妹妹了。不要这么说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你们都是我的妹妹。早在咱们姐妹三人嫁给太祖系三支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。大姐，难道你就真的放得下眼萨葛的死吗？难道你就没有后悔过吗？燕燕的心比起你，我都硬得多了。二姐，没想到你会亲自出府迎接。太后来了，我哪敢不出迎啊？太后请吧。二姐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怪怎么样？不怪又怎么样？喜
西隐终究还是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西隐临走的时候说，他很后悔，就是因为他的野心和不甘，害了我一生，害了刘礼寿。他要是能够早点明白，又何至于此了？是啊，人之将死才明白，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二姐，是我没有保住西。我知道，大姐告诉我了，是先皇下的旨。怪，只能怪我命不好，好不容易看中一个男人，偏偏卷入了权力的争斗中。二姐，太后，请。没想到，你们这儿还供着太祖和淑律太后的玉容。这些东西都是太祖和淑律太后当年用过的。李胡本是守造子，按照草原的规矩，留在父母身边的守造子，才应该是继承家业的人。或许这就是李胡父子这一生会对皇位如此执着的原因。淑律太后当年答应过李胡，要让他接管大辽。淑律太后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朕来帮她做吧。双国，宣旨。是。赵王妃接旨。臣妾接旨。主上有旨，李胡乃太祖第三子，太宗时立为皇太帝，穆宗时因受谋逆牵连，死于冤狱。今国泰民安，追思先人，恩泽亲族，着追封李胡为清顺皇帝，以为太祖、太宗在天之灵，钦此。臣妾谢过无主，万岁。没想到你会这么做。自从太祖病天之后，就因为淑律太后的自私，使得他3个儿子仁皇王、太宗和李胡这3支的子孙，陷入了无穷无尽的争斗之中。这么多年来，为此牺牲了不少人，这一切也应该结束了。朕这么做是为了安抚亡灵，也希望生者可以平息心中的不甘。你如今是太后了，想怎样做，自然都可以。你并不满意？
我要这道追封皇帝的圣旨做什么？不过我想，喜隐和父王会满意的。二姐能这么想，我便心安了。我还有政务，先回宫了。待你心情好了，多和大姐来宫里走走，我们姐妹也好多聚聚。恭送太后。一道所谓的追封懿旨，就想让我们李胡这一脉尽弃前嫌吗？做梦！参见太后。你有事找我？禀太后，近来以虎谷为首的宗室以及部族长不断在阻碍我们的新政实施，甚至将此前我们放归州县的奴仆又重新抓了回来。依臣看，他们根本不认同我们南辽之间互牧的方向，必须把他们这股势头给压下去，要不然我们过去几年的努力全都会白费。这些部族长都是有样学样，虎谷是怎么做的，他们就会怎么做。依我看，不如给夷里锦那一支重新换个领头之人。协枕的祖父是荷鲁大于越，当年为大辽开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只是荷鲁大于越走得早，而协枕当时年纪太小，就由乌质大王做主，让虎谷来掌事。但其实他们那一支真正的掌事人，应该是协枕才对。协枕年纪虽幼，可无论谋略还是军功，都在他虎谷之上。依臣看，我们可以慢慢培养他，待他有朝一日取代虎谷，就让他虎谷回他们部族放羊去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做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追封了李胡为亲顺皇帝，希望此举可以化解掉乌古里心中的执念。乌古里是如何反应的？他接下了圣旨，态度也缓和了不少。我想，他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当真认为乌古里会对你放下芥蒂吗？他应该只是一时解不开心中的执念而已。但我俩毕竟是亲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相信他迟早会放下心中的芥蒂。公子，注意赵王妃的动向。是。西野，父王被封为皇帝了，你高不高兴？我知道，你一直都为父王抱怨，认为他被人夺了皇位。如今，父王是皇帝了，他的遗愿，我们终于还是帮他实现了的。为了这个无实的虚名，竟然落得你们枉死！地下很冷吧？等着我，等我问这些虚情假意的人讨一些债。我就会来陪你们了。
堂兄，哎呀，你说你，好好的干嘛非得和太后拧着来啊？我那是和太后拧着来吗？我是不愿意按照韩德让的规矩来。契丹的男人还没有死绝，大辽的江山，凭什么让一个男人来治理？你得罪韩德让，那比得罪太后还狠呐！谢珍，我可告诉你，你我都是以礼锦衣坊的人，就应该做大辽的顶梁柱。错的事情，绝对不能服从。尤其是你，是何鲁大于越的子孙，就更应该有这个责任。韩家那些人心机太深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别人骑在头上了。对了，休哥、达林这些人是本族的叛徒，你以后少和他们来往。哎呀，得啊！你也想太多了，别把自己的喜恶强加于人。当年阿保机被其他七部逼迫的时候，那还不是靠着握有南城才得以翻身，成为开国皇帝的。我说你啊，要是有本事教育人，就去收拾他们；要没那个本事，就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大把年纪了，何必给人当枪使？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呢，家人有约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家人有约？你不会是去南城找姑娘吧？人家是正经的后族姑娘，萧桃谷的女儿，就是太后身边的那个姑娘。啊，对啊。哎，你也认识我们家海兰？也对，她就像是那夜里发了光的夜明珠一样，这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这一定是韩德让给你布下的美人计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赶快离开那萧海兰，越远越好。唉，虎谷啊，你已经老了，我们年轻人的事儿你不懂。走了。哎，贤侄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站住！你，800里加急！800里军报！太后，此次南朝来势汹汹，幽云16州不保啊！是啊，干脆把幽云16州还给他们算了，也省得连年征战。放弃也不失为良策。历年来两军交锋，我大辽输多胜少。眼下南朝以倾国之力来犯，依我看，暂避锋芒为上啊。按你们的意思，此次南朝攻伐幽云16州，我们需避其锋芒。那若下次南朝直接上大草原攻伐，我们又要躲去哪里呢？太后多虑了，南朝惦念的是幽云16州，不是草原。诸王所言谬矣，人皆有贪婪之心。若是我们如此轻易地让出幽云，如何保证南朝不会对草原产生野心？更何况，我大辽坐拥100万雄兵，若是不战而退，那岂不是成了当世的笑柄？我们这是无奈之举。如今南朝倾国而攻，主上新帝又年幼，你说，谁能领军南下？再说，南主年迈，膝下成年皇子众多，再过几年南主薨逝，地下自然乱成一片。我们今日让出的幽云，几年后便可趁乱夺回。荒谬！岂可将大辽的国运寄托在南朝的内乱之上？吴王恐怕想得也太天真了。若是太祖太宗得以复生，今日听到你们这般不孝之言，
定会被你们活活气死。就是，谭德让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不过是我耶律家的家奴。够了！当朝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幽云16州，乃是太宗之心血，如今早已成为大辽的基石。谁人再敢提放弃，朕定杀不赦！外敌入侵，大辽上下自当君臣一心，同仇敌忾。各部族整顿兵马，同朕和主上南下御敌。臣等遵旨。都说冬天衣服好难搭配，大姐有办法。试试西装配尖头短靴，超帅的。再叠穿一件羊毛大衣，又变回优雅知性。外面买1件的钱，在唯品会能买1整套。品牌特卖就是超值，上唯品会搜烟云台，买我的同款吧。这西金府还有大同府的粮饷，5月之前得送达幽州。可西金府和大同府没有这么大的运力啊。我们可以雇佣商贩，损耗不计，以最终送达幽州的粮饷来发以盐条。这个主意好。太后，内阁有急报。党项李继迁来投，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。李继迁只身投来，我们是否有必要出手相助？今日召各位前来，就是想商讨此事。臣以为，在刘继元弑国之后，我朝与南朝之间便没有了缓冲。如若有任何矛盾，便会形成直接的冲突。臣以为，当扶植党项，这样，我朝与南朝之间便有了一个缓冲区。李继迁若是能在银夏5州立足，倒是能为我们分担不少压力。可如今他已经失了银夏5州，孤身来投，究竟还有什么价值？如今朝中的一些议论也不无道理，他们都怕再出第2个刘汉刘继元，又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。刘继元生于宫闱之内，长于妇人之手，自然性格软弱；而李继迁自幼就长在马背之上，12岁封为管内都知藩落使，叛南自立10余载，屡败屡战。如今他的妻子和族人被南朝扣押，逼他投降。李继迁不但不服，反而前来我大辽求援，足见此人性格刚烈，值得扶植啊。南使那边怎么说？南使威胁我们，说如果我们不放人，便派兵攻打我们。哼，他们真是把朕当成是市井妇人来吓唬呢。倘若我们真把李继迁给还回去，难不成他们还真不打了？哼！既然诸位都对李继迁大加赞赏，那朕便见他一见。倘若真是青年才俊，倒不妨在宗室中为他择一妻子。届时他成为我们大辽的女婿，自然不能置之不理，朝中大臣便不再有理由阻拦。太后圣明。大于院，你对族中之事比较了解，可有适合婚嫁的贵族女子推荐？臣以为，北院大王耶律西底的女儿耶律典，平王家的孙女耶律丹华，还有王子让节度使耶律香的女儿耶律汀，南京统军使萧陶谷的女儿萧海兰，这些都是合适的人选。
徐国叔，哎呀，你等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怎么了？你明知道海兰是我的，你刚才为什么要提她？你的？对啊，我的心仪之人。你自己都说是你的心仪之人，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你的人呢。更何况，我怎么觉得这萧海兰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可能。那好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他可曾表示过对你的情愫啊？那倒没有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但是我非他不娶，行不行啊？婚姻大事，是你说要娶，人家就一定要嫁吗？而且在我眼里，这李继迁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谋之士。萧海兰若是嫁于他的话，又能够为我大辽节制党项，两全其美的好事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这什么歪理啊？我说不过你，反正就是不行。生气了？真生气了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为太后推荐人选，这是我职责所在。但是最终选谁不选谁，还得要看太后的旨意。你小子在太后心目中是个战功赫赫的南院大王，难道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争取不到吗？哎呀，我的大鱼月，大鱼月。是啊，比我兄长还要厉害。真的好厉害，怎么每次都这么准啊？姿势好标准，怎么练的呀？是的，好哇，又是真厉害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我能像他那样？我感觉我的姿势好像。阿听，你也来啦？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宫，我当然要来啊。真的呀？可是，姑母说是找宗师的姑娘们喝茶射箭，谁不知道？实则是要选人和亲呢。若是有什么好事，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进宫跟太后喝茶？不过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愿意嫁李继迁？我怎么可能嫁给他？也对，你受太后赏识，又有血枕大王这样的契丹勇士热烈追求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谁要理他？阿婷，你都不知道，他那人多不可靠。我第一次在幽州城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到处找青楼妓馆呢。怪不得前些日子有个宗室吹嘘自己拿下了什么花魁，被路过的血枕大王听到，立即抓去军营，马上就体罚了。听说现在谁也不敢在血枕大王面前提起青楼妓馆，原来他是做给你看，显示自己洁身自好。还有这事儿，你不知道？哎，那他算是媚眼好给瞎子看啦。算了，别说他了，反正啊，他肯定就是装样子。阿婷，你可想好了，你真想嫁给那个党项人啊？他原本就有妻子，更何况你是为了国事才嫁给他，他未必能真心待你好啊。我家的事情你是知道的，我继母巴不得我嫁给他侄子，这样他便能侵占我母亲留给我的部族和产业。我父亲耳根子软，迟早会答应他。可我不甘心，现在有机会搏一搏自己的命运，我当然要试试。为李继迁选妻一事，你可有人选？朕近年来忙于政务，倒是鲜有关心那些宗室与后族的姑娘们。此事关乎慎重，不单是选个漂亮的姑娘，此人必须得有胆有识，必要时候得是能为大辽做出牺牲之人。朕必须要亲自挑选。哎，这什么味儿啊？你们闻到没有？是不是奶茶糊了呀？这怎么也没人伺候呀？阿听，就是啊，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。这可是太后要喝的。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
阿听，还是让婢女来吧。我来吧，我在家中有时也会烹茶，况且等下人来了，这茶糊透了就不好了。下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？幸好上层糊味不重，还有的救。这怎么救啊？就是啊。对呀，给他们喝这样的奶茶，这怎么合适呢？就是，真是呢。万一他回来就下来怎么办？把他们都盛出来是要干嘛呀？你看他想干什么呀？对啊，不是要加东西吧？我可没听说奶茶糊了怎么救啊？不知道，刚去超市了。这是超市。阿听，你可真厉害。好美和盐巴。那位正在沏茶的姑娘是？那是王子帐节度使耶律香大人的长女，单名一个听字。怎么平日也不曾见她来宫里请安啊？她是耶律香已故嫡妻的独生女儿。他爹继娶的妻子后来又生了几个儿子，所以在家里就没有人再重视他了。难怪在找不到婢女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临危不乱，有所应对。看来平日在家里也没少受苦。看上去是个机灵孩子，只是不知道和亲的事，他是否愿意。我们过去看看吧。